身为科学家，你知道医师也是科学家嘛？我们对所有事情都讲求它一定要有对照组。然后大家听到我在提倡清水洗脸，就会常常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清水洗脸完以后再上妆？”先生小姐，清水洗脸的意思就是戒断所有的风险，好吗？包括洗面乳，包括化妆水、乳液、洗面防晒什么都不要用，这样叫清水洗脸。清水洗脸的主要原因跟目的是让它自愈，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控制组跟对照组的概念。控制组这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相对你过去的错误，如果你没有错误，你不会脸红了哈。相对你过去的错误，你今天把所有东西都停掉，看你的皮肤怎么自愈。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彩妆界讲说，那个彩妆不伤皮肤，可是一下子就叫你用隔离霜，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都有给各位看过。但是你要这样想，好吧？你在一个墙壁上反复的涂抹油漆，然后你再把油漆卸掉，然后再涂抹油漆，再油漆卸掉。你告诉我说你能够很清洁的处理它，然后完全不伤害它，其实我不太相信哈。所以彩妆界要求彻底清洁，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怎么样抓彻底清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难度。如何正确的清除彩妆，可是又不会伤害皮肤，这个如果没有一个科学证据的监测，你做得到吗？讲到科学，要不你就用放大镜，要不你就用显微镜。这个就是显微镜，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帮病人好好的洗完脸这个是我们最近在测一个洗脸的东西。你看这个纹路屯屯的，然后变成干净，对吧？洗干净，有没有伤害？没有。如果有伤害，它的表皮会破坏嘛。然后你看这个案子一样的它的这个有点老人斑的地方，本来是屯屯的卡在那里，你看有没有洗干净？有纹路出来的，我帮你画了圈圈的，总画圈圈你总看得见吧？然后对，这其中有一个是我老婆我太太一个50几岁的教授最美丽的教授有看到啊？我有讲好话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也是洗完以后变干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老人斑不是它老人斑洗完以后你看变干净。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正确的清洁，你的角质就会代谢掉，而且你不会伤害皮肤，不是吗？然后你看到这些一颗一颗的东西，清完以后整个颗颗都打开，准备让那个粉刺啊什么可以冒出来，然后整个纹路变好，变饱满，对吧？然后你看到整个这个洗完以后，整个都变饱满，表示你的皮肤它有慢慢的变清洁，然后它有被清洁完以后有被呵护，所以有变饱满嘛。你知道，虽然我已经快60岁了，然后这么胖，是个随便穿柯南，对不对？可是你看我让你看了显微洗脸的证据，然后洗完以后，它不仅不伤害皮肤，它还变得饱满。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变更饱满？有啊，你把皮肤弄好了以后。真正清洁后，你可以给它导入一些东西不管你导入保湿导入生长因子导入玻尿酸的，你爱导入什么导入什么。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导入的结果你看这个洗完以后导入，变得很肥，对吧你至少看到皮肤饱满，饱满完以后怎么办？很简单饱满以后锁水，然后让皮肤自己的慢慢代谢那这个是短期的，那长期怎么看？你导类固醇它也可以饱满所以你导完以后，你要长期去追踪它，看它纹路有没有消失纹路越来越好才是天然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样就是整个完了以后变得更干净更清爽然后饱满度更好那所有的图全部都一样就是3种的不同的导入，你一样可以看到它整个纹路变得比较清爽，比较干净。那这个部分至少告诉你说，你做的事情它对纹路是没有伤害的，然后它对饱满是没有伤害的，然后所以后续你要做的只是安全缩水，长期追踪下来这个安全缩水对不对？然后最后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之前在那个彻底洗脸那一集，不是告诉各位大负面吗？这是大负面的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个一样是洗完之后，然后你看它的纹路，然后这已经洗完了，然后洗完以后它再去大负面会更干净然后你仍旧可以看到我一直强调的，什么叫做好的皮肤，就是它至少是有纹路的，它的皮肤是饱满的，它是每个毛孔是有毛的，它的粉刺是清掉的。你会发现它是在往那个路上走像这些黑黑的颗粒，慢慢的在代谢中，然后你看到那些肥肥的东西，慢慢的变得比较蓬出来，然后比较饱满，比较维持正常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提供各位的证据所谓的科学证据也不过就是这样子。比起你用肉眼看，然后去想象说，我感觉好像比上礼拜好，这样子才是真正比上一次好吧，对吧？